各位朋友，在台灣的青年統派裡邊，侯漢廷的文采口才都屬於雙一流式的存在。而且呢，侯漢廷呢一向对這些台獨分子呢口誅筆伐、冷嘲熱諷，是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啊。我參選10年，從未看過候選人當眾吃狗糧。他那個是早上的活動，他是不是忘了吃早餐啊？肚子很餓是不是？應該不至於吧？真的，我坦白講，我真的沒見過。為什麼要吃這個東西呢？他們說，這個叫做台灣價值，沒有添加，非常的香。指南宮裡面主要祭拜的是呂洞賓，我也很害怕，下次賴清德來到這裡的時候，會不會張嘴就把呂洞賓給咬了一口？最惡心的就是像蕭美琴，為什麼呢？小朋友和長者吃到了致癌油，還有不久之前發芽的馬鈴薯放寬進口，蕭美琴不置一詞。現在石板民夫被打，蕭美琴急喊：“哦，讓我難以入眠。”石板民夫是你爹嗎？啊，還是石板民夫是你爸，是你媽？通常爸爸媽媽如果被人傷害，我們當然難以入眠啦。蕭美琴，你到底在急什麼呢？蕭美琴的演講最後還在強調台灣安全。打人的人跑走了，當然是很可惡。但我想請問一下，游光德涉詐騙吸金1.1億元，今年3月棄保潛逃；林炳文88會館地下洗錢案涉及數十億元，棄保潛逃；張綱耀、林泰榮太子集團詐騙案件棄保潛逃；鍾文志 TDR 非法獲利高達4億元，棄保潛逃。那請問這些人騙了台灣人的錢，吸了台灣人的血，跑走了，你民進黨誰難以入眠了？民進黨恨透了侯漢廷，於是呢找了個理由想把侯漢廷給抓起來。8月21號，台北地檢署正式對新黨議員侯漢廷提起公訴，案由是散布不實資料，意圖使人不當當選。一場2年前的大選期間的爆料風波，終於走到要抓侯漢廷的這一步了。這個事情要回溯到2024年大選投票的前3天，侯漢廷呢召開記者會，對外曝光一份號稱民進黨內部的選戰密件，聲稱呢民進黨專門成立了策略小組，打算把國民黨、民眾黨人候選人貼上標籤，借政論節目和司法手段大打選戰，就是抹紅這份這個資料，就造成了侯漢廷今天要入獄的這個導火。今天是這個新黨33週年嘛，不過前幾天您才因為這個文件現在就被起訴，那你怎麼看這件事情？我至今尚未收到完整的起訴書內容，是媒體先報道了，我才知道自己被起訴，所以我要再一次的感謝北檢賜下來的勳章。作為一個監督執政黨以及勇敢打擊民進黨的民意代表來說，北檢給我的起訴就是對我最佳的榮譽。再三感謝，我爭取做無罪答辯，完全沒有再害怕，我也會繼續努力發揮戰力，繼續監督民進黨的惡政。那起訴的這個理由指出說您沒有盡到這個查禁跟這個查核的這個責任，那您自己怎麼看？賴清德都當選2年了，現在檢方竟然要說侯漢廷意圖使賴清德不當選來起訴入我於罪，簡直是荒謬透頂。賴清德有沒有辦法當選，這是人民自己的決定，以及當初整個藍白合的問題，所以怎麼會跟侯漢廷的這個爆料有所關聯呢？很顯然的，檢方要繼續打擊在野黨，侯漢廷沒有害怕，只有感謝北檢。未來所有的證據以及所有的事情，我們就在法庭上是非曲直，法庭上說清楚。OK，因為我們再問個實體，因為怎麼看就是說，本來今天的場地應該是要在中油那邊嘛，那現在臨時改到這個北市議會這邊，會不會覺得說這也是被可能中央打壓嗎？這是不是你幫忙協調？這2天真的感謝有莫名的力量來賜給侯漢廷和賜給新黨的大禮包。第一份禮包就是我收到了北檢的起訴書，第2份大禮包是我們早在月初的時候就已經跟中油簽約，並且付款，甚至後續還完成了場勘。
當時中油怎麼沒有任何的反應呢？而是直到了我們新黨召開記者會，再度預告了黨慶的時間地點，中油卻臨時的毀約。如果不是背後的政治力量或特殊的原因，怎麼有膽來撕毀一個正常的商業合作？而且本來新黨跟中油的溝通也都講得非常清楚，在裡面呢，我們不會有相關的競選口號，也不會有競選的內容，就只是來做黨慶的活動。但是仍然面對了中油的取消，所以這一切也只能說提醒新黨歷經33年的風雨，本來就不是一帆風順。但是面對更強力的打壓，我們就會越強力的反抗。所以新黨和侯漢廷會繼續勇往直前，戰鬥到底。今天我上完 TVBS 節目以後，馬上得到了一個消息，新黨的侯漢廷被提起公訴了。原因是什麼？就是在2年多前，當時侯漢廷拿到了一份標注着是民進黨中央的策略性的計劃，而當時求勝心切、見獵欣喜的侯漢廷就把這個東西公布了。公布的那一天是在比特王的平台的節目，我當時是主持人，而侯漢廷是當天的來賓。侯漢廷除了在比特王的平台公布以外，第二天又開個記者會，做更大的渲染性的報道。檢察官就逮住了這個痛腳，把侯漢廷提起了公訴。這是對在野人士動了司法檢調的第一記狠招。我想未來更多的在野人士，只要你罵了民進黨，只要你罵了賴清德，只要你罵了沈伯洋，他一定會用同樣的招數來對付你，讓你受困於司法檢調的訴訟之中，而沒有辦法發揮你正常的批判或者查弊的威力。所以你從這裡就看出了，面對民進黨這一種流氓無賴的政黨，其實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全面開戰。如果還對民進黨存在一絲的善念，那你的下場就會跟韓國瑜一樣，自取其辱嘛，自招其禍嘛。你給民進黨善意的回饋，民進黨卻認為你是軟弱的，你是可以被捏破的軟柿子，反而對你軟土深掘，到最後你反而死得更慘。面對民進黨，你只有奮勇的迎戰，你才會有一線的生機。這也是我的兄弟蔡正元在入獄之前特別告訴我的一番話。今天談到這個地方，我看這個大陸的有網友評論啊，說這個其實呢，侯漢廷當初呢是被邱毅當槍使呢。這份資料呢，邱毅並沒有說，其實這份資料源頭來自邱毅。侯漢廷拿到之後，還去找郭正亮求證，隨後呢就高調對外爆料，說我運氣好，先拿來報了。可是等到官司找上門呢，局面就直接反轉了。邱毅呢承認文件是自己流傳出來的，但強調早就提醒過侯漢廷，這份文件真偽存疑，傳播會有風險。郭正亮的說法更加乾脆，他表示自己事前沒有看過完整文件。侯漢廷開完記者會之後，兩個人才線上溝通，從來沒有擔保過這份密件屬實，不能把諮詢過自己當成核實完畢的憑證。檢方呢也調取了聊天記錄佐證，侯漢廷屬於先對外爆料，事後才想要確認真假。還是政壇老江湖啊，懂得自保啊。風險來臨，第一時間切割，侯漢廷卻硬生生的被曬成了魚乾啊！所有壓力現在都是侯漢廷自己扛了啊！不過呢，侯漢廷也是条汉子，
不帶怕的。如果今天要剪的話，你们就剪那個我罵沈伯洋那一段，對吧？就民進黨很多台獨分子都是孬種啊！你看像侯漢廷，對不對？就台獨要來抓，要抓趕快來抓，對吧？我們就沒有再害怕的，那要來就來呀！好，這個我們都是坦坦蕩蕩啊，君子坦荡蕩，小人長戚戚。所以你看這些這些台獨人士啊，一被講說哇，你看大陸要來抓他們啦，被公告，他們就很緊張，對不對？他們就很害怕，很憂慮。哦，大陸步步進逼。你說啊，民進黨要來抓侯漢廷了，要來就來唄，對吧？這不就是這個樣子嗎？啊，誰要來告侯漢廷啊？就是有點煩，對吧？唯一煩的是什麼呢？要付律師費，沒有錢啊！我不是擔心被民進黨抓，我擔心是沒錢付律師費，我擔心的是沒錢付我們服務處的房租。如果有一天侯漢廷像柯文哲一樣，一抓進去被關了1年啊，我不是怕我會關1年，我怕的是那我服務處房租沒人交，那我對不起房東，對吧？然後我們服務團隊就要被趕出來了。好，所以大家關心的不太一樣，甚至呢，我也關心說，如果我就這樣被抓進去關了1年，那害怕什麼呢？如果1年或者是2年的話，我害怕我見證不到台灣再光復的那一天吶，我可能要在看守所裡面或者是監獄裡面才知道，什麼原來已經結束了啊！那這個樣子好像也挺有趣的啊！這我以前呢曾經到過重慶看過一場表演，他們是在演大陸在1949年重慶的解放戰爭。是什麼？就當時國民黨抓了很多共產黨的地下黨員啊，但是呢，北京中共已經成立了，國民党49年已經播遷到台灣了，但當時的共產黨在北京已經成立政府。可是在重慶仍然是有國民黨的來執政，然後抓了很多的共產黨員。那這些共產黨員呢，就在監獄裡面啊，聽到新聞，看到報紙說，哇，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了啊，然後這些共產黨員呢就熱血沸騰啊，我們現在被抓，這個有什麼了不起啊？好，或者呢是像在日據時期也是一樣，有些日本警察哇，抓了台灣人，欺負台灣人，然後把台灣人抓起來關。那後來呢？發現，天哪，台灣已經光復了，勝利了。這些日本警察一開始還不信，後來才真的發現，糟糕了，日本投降了。好，那這些如果真的發生的話，大家就會覺得很有趣，很有趣。好，只要沒有發生戰爭啊，那就是一件很和平的事情。好，那如果真的有的話，就如果今天大陸真的要來打台灣，那我們唯一的奢望是什麼呢？就是不要打到我，對吧？如果今天北京要去對付台獨分子，老百姓最真實普通的願望就是不要打到我啊，要保護好普通的老百姓。台獨分子現在對侯漢廷的每一次迫害，都是在解放之後的一枚勳章。我看好侯漢廷兄弟啊，最起碼解放之後搞個副省長當，有擔當，有志青年。點個訂閱，咱們下集再聊。